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烙饼一般分为发面饼和死面饼。发面饼要求的技巧不高，只要用酵母把面团发起来，口感就不会太差。但是死面烙饼就不一样了，无论你是用冷水和面还是用热水烫面，不懂技巧是做不出柔软可口而且又多层的饼来。其实做死面烙饼并不难，最重要的技巧就是不能随便揉面，不能随便用小火，只要掌握好下面这3点，饼自然就会做成功。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死面烙饼的技巧，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和面，首先准备500克普通面粉，加勺食盐增加面粉的筋性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再把面粉一分为2，一半的面粉用170毫升80度左右的热水来和面，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。俗话说硬面馒头软面饼，这是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。馒头面要是软了，蒸出来的馒头没有形，卖相难看。烙饼必须面软，不然在烙制的过程中，高温失去水分太多，饼的口感就会发硬，所以烙饼和面的时候水一定要多。另外一半也用175毫升的凉水来和面，同样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，然后再把2种面完全搅拌到一起，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，再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盖上一个大碗，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再来揉面，现在就很容易揉光滑了，随便揉几下就揉光滑了。揉好的面团不用醒面，直接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然后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150克左右。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放在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表面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最后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。再把面团放一旁备用，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揉成面团，全部揉好后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调一个油酥，大碗中放入30克左右的玉米面，用玉米面来调油酥，做出来的饼层次会更加分明。先给它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几根小葱，给它切成葱花，尽量切得碎一些。切好之后，把葱花放入玉米面的碗中，加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花椒粉，再淋入热油，激发出香味。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最后调成这样一个稀一点的油酥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团也醒得差不多了，取一个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大圆饼。醒好的面是很容易擀开的，最后擀成这样薄一点的面饼，厚度约0.5厘米左右。然后再放上刚调好的油酥，用勺子给它铺平铺均匀，整个面饼表面都给它放上油酥。油酥不需要放太多，薄薄的放上1层就可以。油酥放好后，再选择一面，在半径处用刀给它切一刀，给它切出一个切口，像视频中这样，再选择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。
不要让油酥露出来。卷好后，再把短的这个面片用手给它稍微拉长，给它和尾部放平，然后再把封口处给它捏紧实，防止油酥露出来。然后左手抓住粗的一头，右手拿住尖尖，两手向相反的方向拧2圈，这样做出来的饼层次会更加丰富。拧2圈后，再用手轻轻按扁，再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最后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出生胚。全部做好后，再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的生胚已松弛的差不多了。取最开始做好的生胚，给它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擀制面团的时候是很容易擀开的。这样的面团说明已经充分的松弛好了。做出来的饼口感不会发硬，而且没有嚼劲，吃起来非常好吃。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厚度就可以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。先给它放一旁备用，剩下的生胚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擀成这样厚度的面饼。全部擀好后，平底锅预热，放少许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油热后，把面饼放入锅中，在表面再刷上食用油，锁住饼的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饼才会非常的柔软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中小火烙1分钟。烙饼的时候不要用小火烙，大家也许会说，不用小火烙，饼就不会糊了吗？如果用小火，饼烙制的时间过长，高温中水分就会蒸发的越多，这样就会造成饼口感发硬的原因之一，所以要用中小火烙。1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给它翻一下面，再盖上盖子烙1分钟。切记烙饼的时候要盖上锅盖。1分钟后翻一个面，再给它烙1分钟，要勤翻面，反复的翻面，把饼烙至表皮金黄，看起来鼓鼓的，这就是成熟的状态。再把饼盛出来，装入盘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葱油饼就做好了，看一下非常的柔软，用手怎么揉都不会碎。再取一个掰开看看，层次丰富又分明，浓浓的葱花香味，真的是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吃到嘴里柔软劲道，葱香味浓郁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